结婚5年，老公出轨了，对象不是别人，正是借住在我家保姆的女儿程琦。她挺着孕肚，娇滴滴地说道：“爽姐，我怀了冲哥的孩子，你这不会下蛋的母鸡，劝你识趣点，主动放手。别等冲哥开口把你扫地出门，到时候就不体面了。”我如他所愿，体面放手给他让位。他却不干了，哭着求我和前夫复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刚回到家里，保姆的女儿程琦就挺着孕肚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她才刚毕业，还没有工作，就已经怀孕5个月了。没有地方住的她，和她母亲住在我安排的员工宿舍里。看到她过来，我挑了挑眉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程琦，今天怎么舍得从员工宿舍出来？”平常的时候，程琦都是不出门的，一天到晚在他妈宿舍里憋着，所以她出门我还是有些震惊的。她挺着孕肚，扶着腰，一脸嚣张跋扈地说道：“爽姐，我怀孕了。”“我知道你怀孕了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你不用再去给我说一遍。”我是典型的女强人，接手我爸的公司以后，整个人不管是对人或者对事，都是犀利而又直接。我这样一说，程琦的脸色变了变，但想到了什么，接下来他一鼓作气地说道：“我怀的孩子不是别人的，正是冲哥的。冲哥不好意思和你说离婚，但你也不能一直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做那不下蛋的母鸡。现在我怀孕了，你也该让位了。”我听到程琦这样说，也就只有一瞬间的震惊。对，只有一瞬间。许是在商场上成日面临那些变幻莫测的事情，对于枕边人出轨保姆女儿这种狗血的事情，我竟然没有像其他女人那样承受不住，歇斯底里的去和小三撕扯，去找何冲质问，讨要个说法。震惊过后，我想了想，何冲能和程琦搞到一起也实属正常。毕竟从他上大4那年跟着他妈来到我家里，看到这富丽堂皇、占地500平的大别墅时，眼底的渴望掩饰不住。后又看到英俊的何冲，更是掩饰不住的羞涩。后面就借着他妈的由头，老是在这里，每次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估计2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搞到一起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出差突然回家，看到程琦惊慌失措地从我们的房间里跑出来。见我走神，程琦以为我是承受不住这剧烈的打击，太难过了，于是更加肆无忌惮、嚣张跋扈。“爽姐，这你就承受不住了吗？我要是告诉你，冲哥在和上床的时候说你像个死鱼，碰你都恶心1个星期，你是不是更难过？对了，冲哥还给我说，会在我怀孕以后立马把你踢了，娶我为妻，你这大别墅、豪车都是我的。”前面的话我没有反应，但当我听到后面的那些话时，我笑了。何冲和我在一起，算是高攀，说句难听的就是入赘。他和我在一起以后，从农村来的穷小伙变成了大公司白领，还让他那没有上过学的弟弟妹妹都留在城市里有了工作。他哪来的脸敢给程琦说把我撵出去，这别墅、豪车都给程琦？这些话你让何冲给我说，至于你，赶快给我滚！啊，爽姐，我错了，我是真的喜欢冲哥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去找冲哥的麻烦，可以吗？刘爽，你做什么？你竟然趁我不再欺负琪琪，我今天和你没完！我们2个正说着的时候，下班回来的何冲看到我和程琦争执，程琦红着眼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而我一副冷漠凛然的模样，任谁看到都会觉得是我欺负了他。
包括这个和我同床共枕了5、6年，我曾无数次帮扶过他。他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，会对我一辈子好的男人。他把程琦护在身后，宛如护小鸡仔的老母鸡，恶狠狠地看着我。我笑了，心里说不难过那是假的，但我表面还是云淡风轻地说道：“何冲，你确定要和我离婚？你要知道，离开我你将一无所有。”何冲的眸底划过一丝慌乱，在他身后的程琦不解地问道：“冲哥，什么一无所有？你……”闭嘴，刘爽，你这个贱人，除了会拿这个威胁我，还会什么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的我和之前的我不一样了。现在的我离开你，他妈的照样能在这个城市立足，不信你走着瞧。程琦听到何冲这话，两个眼睛都在冒小星星，崇拜地说道：“冲哥好厉害，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”本来就牛气冲天的何冲，听到程琦的夸赞，更加飘飘欲仙，直接从公文包里拿出离婚协议，扔到了我的身上，傲气地说道：“把字签了，我要马上给琪琪一个家。”我将离婚协议看了一眼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何冲，你哪来的脸，敢让我把家产分给你一半？”何冲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1分钱的彩礼没有，还让我帮他还了几10万的外债。现在离婚，他竟然敢要我的市区房产1套，保时捷车1辆，还要我的家产一半，他哪来的脸啊？何冲还没有说话，一旁的程琦就先一步说道：“你这个女人怎么那么恶毒？怪不得冲哥不要你和我在一起。你和冲哥结婚那么多年，连个孩子都没有，冲哥没有让你净身出户也就算了，给你一半的家产，你还不知足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冲哥要一半的家产怎么了？”我刚想说话，何冲忙不迭地说道：“琪琪宝贝，你先回去，我来和这个母夜叉说。”“为什么呀？”“傻瓜，我怕你因为这个母夜叉动了胎气，伤到我们的孩子。”程琦听何冲这样说，乖乖地走了。看程琦那样子，应该是不知道何冲和我的家庭关系，而何冲也没有给他说。不过何冲没有给他说，我也不会当这个恶人。我对我的秘书说道：“把这个事情处理好，我不想再因为这个事情烦心。对了，把事情处理好，把他们还有那个保姆全都赶出去。”丢下这句话，我就上了楼。在上楼的时候，我听到陈秘书给何冲说：“先生，夫人在婚前做了财产公证，你刚刚说的那些全部是夫人的婚前财产。还有就是您在和夫人结婚前签了协议的，您如果背叛了夫人，夫人帮您还的外债和这些年花在你家人和你身上的钱，你全部都要如数奉还。”你说什么？听到陈秘书这话，何冲根本接受不了，大步朝着楼上跑来，想要向我讨要个说话。“刘爽，你这个恶毒的贱人，你婚前就算计我，玩我！我告诉你，这事情今天没完。”我扭过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玩味地说道：“如果你不背叛我，我又怎么算计到你呢？何冲，好好考虑一下，你怎么还我那100万吧。还有，我告诉你何冲，你离开我，在这个城市连狗都不如。”许是我的话羞辱刺激到了何冲，他脸气得通红，好大一会才咬着牙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：“你刘爽，我告诉你，我何冲离开你，照样能好好的。倒是你离开我，看谁能受得了你那母夜叉的脾气。”我听到何冲这话，看到那嫌恶的眼神，心里刺痛了一下。我揉了揉发痛的眉心，在心里安慰自己：我的脾气不坏，我对他已经够好了，是他不知足。我有钱有颜，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这样一想，我的心里好受了很多。第2天，我从楼上下来，
就看到程琦揽着何冲的胳膊，兴高采烈地说道：“冲哥，我们从这里搬走，是不是住到你市中心的大平层里？虽然这里空气新鲜，但我还是喜欢在市里生活。对了，冲哥，我和我妈还有我弟都要过去哦。”何冲尴尬地笑了笑，看到我下来，他脸色变了变。我对陈秘书说道：“不是昨天都让他们搬走了吗？”夫人，先生死活不走，我们正准备叫保安过来了。这是您和他的离婚协议。我正准备接过来看，挺着孕肚扶着腰的程琦就先我一步抢走了。他一边做事要把那离婚协议打开，一边碎碎念地说道：“我得看看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有没有按照冲哥说的那样做，给我们一半的家产。若是没有，我肯定是不愿意的。”我还没有说话，在程琦身旁的何冲就受不了了。他眼神慌乱，速度之快，嗖一下将程琦手中的离婚协议抢了过来，塞到了我的手里。程琦反应过来，一脸不解地说道：“冲哥，你干嘛呀？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和这个恶毒的女人争执？没关系，有我呢，我愿意为了你放下脸面。”程琦一边说，一边摇晃着何冲的胳膊。何冲很吃程琦这一套，他轻抚程琦的后背，安慰：“宝贝，我不舍得你为了我做这些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乖乖做我的妻子。你放心，离开这里，我也会让你过得很好很好的。不要忘了，冲哥，我可是在世界500强做高管的，年薪100万，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就算你冲哥我净身出户，也不带怕的。”本来程琦还有些怀疑，听到何冲这样一说，立马又变成了对他的崇拜。我听你的，冲哥，冲哥本来就是王者，就算净身出户也不带怕的。至于爽姐，离开冲哥，像他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满世界的跑，估计过不了1个月就一贫如洗了。我听到程琦这话，差点忍不住笑了。不知道程琦哪里看出来，我每天满世界的飞是去玩了，不过我也懒得和他解释。1个月后，谁一贫如洗，自见分晓。何冲很受用程琦的夸赞，他骄傲地仰起头。曾经那俊美的脸庞，现在看起来也多了几分的油腻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一眼宛如阴狠的蛇信子，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，我估计早就凉凉了。刘爽，你守着你的钱过去吧，我何冲就不相信离开你这个母老虎，死人脸还能过得不行了。说着，何冲就搂着程琦的腰转身离开了，保姆花姨也跟随他们离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摇了摇头，心里有些空荡荡的，需要一些工作填满。我回了公司，刚坐在老板椅上，私人电话就响了起来。是老徐，也就是何冲说的世界500强公司的董事长。喂，老徐，你今天怎么有时间，舍得给我打电话了？这不是有事找你吗？我挑了挑眉，别是何冲的事情吧？何冲能进这世界500强，自然是老徐卖我一个面子。本来我想着让何冲来我公司上班，但何冲死活不愿意，说来我公司不好怎么了。然后我就让他去老徐的公司了。他在老徐公司的这些年，也不是没有成就，从小组组员变成部门主管，能力还是有的。但何冲当了主管就有些飘了，在办公室很牛逼，欺负新来的同事，压榨老员工。员工意见箱最多的就是对他有意见。这些老徐早有怨言，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早就将他开了。什么事？不是关于何冲的吧？我和他已经离婚了，以后他有什么事情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也不要顾及我的面子了。我本以为老徐听到我说和何冲离婚，他肯定会很震惊，毕竟我那个时候为了他做了很多。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
老徐竟然没有。他语调散漫，颇有几分轻浮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今天晚上何冲要请全销售部门的人吃饭，祝福自己离婚，脱离母老虎的束缚。据说他在这聚会的时候还带着小三去了，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我捏紧手机没有说话，对于何冲的这些行为有些震惊，但也能想到，只从他担任部门主管，签下几个大单子以后，整个人就有些飘飘欲仙了。我许久没有说话，老徐试探地问道：“你不会难过的接受不了，再哭鼻子吧？刘爽，你要是真是这个样子，我他妈第一个瞧不起你。去你大爷！我怎么可能难受的受不了？我已经让何冲和他的真爱净身出户了，现在的他除了在你公司上班一无所有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指定是不能让他继续在我公司上班。他妈的，我早就忍不了何冲了，等会我就通知人事开除他。”我勾了勾唇，不愧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。我现在感觉压抑的心里有了很大的缓解，可还没有舒服半个小时，何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我看了看，没有接。我不接他就再打，这样连续打了有3、4个以后，我受不了，直接将他的电话号码拉黑。我为什么不接何冲的电话？原因无非就是他现在被老徐辞退，他肯定会觉得是我的意思。虽然就是我的意思，但我就是不想和他拉扯那么多。把他拉黑以后，我的世界安静了5分钟，又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。我手一滑，本想挂断，竟然接通了。我还没有说话，耳边就传来何冲骂骂咧咧的声音：“刘爽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让董事长把我开除的？你的心怎么那么毒？我们好歹在一起5、6年，现在我不爱你了，你竟然要将我逼到绝路！我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，不就是奢望着我会回头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算穷死，我也不会回头的。既然你不会回头，给我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是什么？”何冲愣了一下，随后依旧雄赳赳气昂昂地说道：“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实力的。你如果真的有实力，就在3天之内把我的钱还了，否则我就采用特殊追债手段了。”我这话一落，那边的何冲有些沉默，我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。挂断电话以后，曾经我给何冲介绍的客户找到我，对我说道：“刘总，听老徐说，你和何冲离婚了。”“是的。”“怪不得他这2天想让我把整个海城的高中食堂项目的单子给他。如果我不知道你们离婚，恐怕就卖你一个面子给他了。但既然你们现在离婚了，我就实话实说了。之前我卖你和老徐的面子，将全市小学食堂的蔬菜单子给他，他把标拿下以后，不按照老徐的标准给食堂配菜，从中谋取私利，吃坏了好几个学生的肚子，差点闹袋。现在我们可不敢把这单子给他了。”我忍不住蹙眉，对老张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和老徐都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怕影响你们的感情吗？”我和老徐就把事情压下去了，也警告何冲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了。但从这件事我们就发现他这个人不行，不敢和他合作了。老徐的公司是餐饮、酒店、娱乐一体的，也包括承包小学食堂。何冲刚开始去，没有业绩，我就让老刘帮他。谁知道老刘直接把全市小学的蔬菜单子都给何冲了。也正因为这个500万的单子，让何冲一跃成为主管。我和老刘正说着的时候，一道气愤的声音打断了我们：“好啊，刘爽，我说我不管怎么给老刘说，他都不肯把全市高中水果蔬菜的标给我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捣乱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我们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，好聚好散不行吗？
为什么非要把我赶尽杀绝？”在他身边的程琦也忙不迭地附和：“是啊，爽姐，你和冲哥在一起那么多年，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。冲哥也是个正常的男人，也奢望有儿有女的家庭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？”我和老刘说话的时候，正是在咖啡厅里，此时引得围观的群众纷纷观望，窃窃私语。那个女人看着有模有样的，怎么心那么毒啊？这前夫也没有做错什么吧？是啊，她自己不会生，准不能让人家前夫一辈子无儿无女去。这种女人不会生也是有原因的，俗话说得好，心善福气自然来。她的心那么毒，怪不得不会生。程琦见围观的人帮他说话，愈发的嚣张起来：“爽姐，我和冲哥是真心相爱的，你看你也找了别的男人，背叛了冲哥，所以我求求你，就放过我和冲哥吧。”本来老刘还能忍，但在听到程琦说的话以后，他气得不行，指着何冲的鼻子就是破口大骂：“何冲，你还要点脸吗？如果不是刘爽，你觉得我会和你合作？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不仅不会和你合作，以后海城市凡是和你合作的项目，我不会插手。”丢下这句话，老刘就甩脸走人了。老刘一走，何冲怕了，因为老刘是整个海城市所有学校食堂、厂子食堂的承包商。他将那些食堂承包下来，再把蔬菜水果肉蛋奶承包出去。老刘这句话一放，何冲想要在海城立足，无异于难如登天。他想要去追赶老刘给他解释，可他还没有迈开步子，就被程琦拉住了：“冲哥，你去做什么呀？起来，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说那句话，老刘就不会生气。你知不知道你坏了我的大事？”何冲见追赶不上老刘，许是最近受到的打击实在太多了，他心底有些承受不住，忍不住朝程琦发起了火。程琦被他吼得眼睛都红了，他泪眼汪汪地说道：“冲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说我跟着你会有好日子过吗？你答应给我买的大房子、包包还没有买呢。闭嘴，买就知道买。你知不知道我被刘爽净身出户，还欠他100多万？这几天我不仅被公司辞退了，还被刘爽找的要债人逼着要钱，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。刚刚2个人还你侬我侬，恨不得粘在对方的身上。现在这样挺让人震惊的，我懒得看他们吵架，提起包包就走，却不料我刚起身就被何冲拦住了。他虽然还穿得衣冠楚楚，但不能看出来眉宇之间的烦闷和眸底的红血丝。看来这2天被辞退，加上要债团队的逼迫，让他有些受不了了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离开你我什么也不是。老婆，我还是爱你的，你也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旁的程琦听到这话，惊得瞪大眼睛。他尖叫一声说道：“何冲，你说什么？你净身出户，还被辞退，还欠刘爽钱，你这个骗子，你敢骗我？你敢骗我？”说着，程琦就要上前拉着何冲，何冲不耐烦地将他推到一边，这一推不要紧，直接将程琦推到了地上。他一屁股着地，张大嘴巴，一脸痛苦地看着何冲：“冲哥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。”程琦哀求何冲，可何冲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对我说道：“阿爽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和你离婚的这半个月，我经历了从天堂坠入地狱。我知道你那样对我是对我的惩罚，我现在真的知错了。老婆，我们和好吧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看了一眼程琦，他已经呼吸困难了。而这个曾经因为他和我闹翻天的何冲，连看他一眼都没有，更不论他还怀着他的孩子。
程琦呢？她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准备将她怎么办？都是他勾引我的，他看我们家日子过得好，就想要拆散我们。老婆，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他，和他也只是玩玩而已。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如果愿意让他留下，就继承在你我的名下；如果不愿意留下，就让他打掉。可以吗，老婆？何冲这话，别说我听得目惊口呆，就连围观的群众都惊得瞪大眼睛。窝草！如果不是把全程看下来，还真被这一对渣男贱女给骗了呢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男的应该是凤凰男，靠着白富美成为人上人以后，就开始偷吃了。偷吃以后还觉得自己有理，却没有想到离开白富美啥也不是。真的是，我听过本年度最好笑的冷笑话，让小三的孩子给原配养，真是不要一点逼脸。周围人此起彼伏的骂声，让何冲的脸色变了变，不过他没有被骂倒，还是满眼期待地看着我。我在众多期待中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不可以，我从来不回收垃圾，尤其你这种有害垃圾。你有时间在这里求我，不如赶快看看你的孩子。”我丢下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。何冲想要追赶，被陈秘书拦了下来。程琦痛得捂住肚子，艰难地说道：“冲哥，我好痛，我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。”何冲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一茬，他直接就是张嘴就骂：“给老子装什么？你这身子还多金贵吗？贱货，坏老子的好事！”他流血了。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，对着手机都在拍这一幕。何冲这才感觉到害怕，将程琦送到了医院。程琦和何冲在咖啡厅和我争执的一幕被发到了网上，好多人都在骂何冲和程琦，尤其是何冲被骂得最狠。何冲许是被骂得受不了了，竟然让婆婆和小姑子向我卖惨求情。当时我正带着几个大客户来公司参观，参观完正准备带着那几个客户去酒店吃饭。婆婆和小姑子找准时机冲了上去，小姑子抓住了我的胳膊，婆婆站到了我的面前，一边说一边拍手：“爽爽啊，我的好媳妇，好媳妇，妈真是太生气了，妈对不起你呀，妈到现在才知道我的好媳妇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”我蹙紧眉头，想要把手从小姑子的手里抽出来，可小姑子死死地抓着我，我怎么都挣脱不开。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了，现在程琦是你的好儿媳。哎呀，我的嫂子啊，我和妈现在才知道，我哥为了那个狐狸精和你离婚了。我给你说吧，嫂子，我和我妈，包括我爸，家里的亲戚，没有一个人认可那个狐狸精的，我们认定的只有你呀。是啊，爽爽，我们认定的只有你呀。现在冲子已经知道错了，男人嘛，年轻气盛，犯错是有的，他知错就改，你就原谅他吧。你们两个好好过，你说妈说的对不对？不管你们怎么说，我都不可能和何冲复合的，本来就是垃圾，可能会捡回来吗？说着，我给陈秘书一个眼神，示意陈秘书把婆婆和小姑子赶走。陈秘书安排保安过来赶婆婆和小姑子的时候，婆婆和小姑子一看风头不对，目的还没有达成，不管不顾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抱住了我的大腿。客户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说实话我也惊呆了。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，我为了不让那些客户看笑话，对他们说道：“高总、孙总、李总，让你们见笑了，我这里有些要紧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我们的合作那天有时间再谈。”那些客户正找不到理由告辞，如今我主动提出来，自然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。可小姑子却在这个时候拦住了他们：“你们不许走，嫂子，你让他们走，也是觉得丢人了是吧？
既然如此，我们就长话短说，赶快把这事情给解决了。因为婆婆抱着我的大腿，保安和陈秘书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居高临下，漠然地看着婆婆，婆婆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。她眯了眯小眼，悻悻然地说道：“爽啊，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你和冲子好歹也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了。现在他因为网上的那些事情，再加上你把他撵出家门，还找人给他要钱，已经精神出现了问题。乖，听妈的，和冲子好好过日子，妈会不计前嫌的把你当好儿媳妇的。”他给我洗脑，还嫌不过瘾，还对着小姑子拦着的客户说道：“你们说是不是？女人嘛，闹个脾气很正常，如果不识好歹就……”正当婆婆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耳后传来震颤人心的警报声：“高红梅、何亚平，有人举报你们寻衅挑事，请给我们走一趟。”婆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报警，她是真害怕了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起来不说，还死活不跟着警方走。可是警方怎么允许她去胡闹？最后，他还是没有办法，被警方强行带走了。本来以为能消停一阵子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我这边刚配合警方，因着我婆婆和小姑子的事情做了调查，后脚程琦就找了上来。距离上一次在咖啡厅见过程琦以后，不过短短10几天而已。他整个人暴瘦了一圈，曾经的他是有些婴儿肥的，也算是前凸后翘，身材不错。毕竟身材差的话，也吸引不到何冲那个色批。现在不仅瘦了2圈不止，整个人的面色发黄，眼窝凹陷，头发枯黄。他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戴着口罩，如果不是他给我说话，我都没有认出来是他。他慌乱地抓住了我的手，止不住地打颤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爽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我不要何冲了，我不要和他在一起了，求你和他复合吧。他就是一个骗子，他根本没有市区大平层，也没有钱，他和我在一起，说给我买车买房都是假的，他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，我现在才知道他骗了我。”对于何冲欺骗程琦，我也是知道一些的。当时没有揭穿的原因，就是想要看到这一幕。天道轮回，报应不爽，请佛容易送佛难。我冷笑一声，讽刺地说道：“程琦，这样的好男人还是留给你自己享受吧，我就不要了。”爽姐，你不能不要，你不能不要啊！何冲说了，都是因为我，他才变成了现在一无所有，都是我害了他。他每天喝酒，只要一不开心就对我动手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我求你，他说了，只要求你，你答应和他复合，就和我离婚，放过我。爽姐，你这么善良，你一定会答应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听到程琦的话，既觉得好气又好笑。程琦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不作死就不会死？不过我挺感谢你的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能看清何冲的真面目。但是和他复合的事情，我不会答应你的。你现在和他结婚，还怀着他的孩子，他对你家暴，你可以报警的，找我没有用。我有想过报警的，可是何冲他威胁我，只要我敢报警，就杀了我和我妈。他还说，反正他现在已经被逼到绝路了，杀了我坐监狱也无所谓了。我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何冲说的话。毕竟在我对何冲的印象中，他大男子主义，人品差是一方面，但是杀人还真不至于会做出来。为了稳住程琦，我对他说道：“我考虑一下，你先回去吧。”他听到我说考虑一下，高兴得差点过去，当即不顾我的阻拦，就和何冲打过去了电话。我现在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程琦是想要利用我的善意来脱身。可我能如他所愿吗？
何冲赶过来的时候，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，看到我，他就要抱住我。我侧身一躲，他扑了一个空，但他只顾着沉浸在我愿意答应和他复合的喜悦里了。他激动地对我说道：“老婆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我也是爱你的。我和程琦只是玩玩，你才是我的真爱。老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复婚？你一句话说复婚，我立马和程琦离婚。”一旁的程琦听到何冲这话，眸底都是不甘。我刚想告诉何冲异想天开，就看到程琦像是疯了一样，对着我和何冲冲了过来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，面目狰狞扭曲，念念有词：“你们去死，都给我去死！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才沦落到如今地步，去死啊！”何冲反应速度很快，在程琦朝我扑过来的时候，何冲直接将我推了出来，作为肉盾挡在他的前面。他一边如此，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程琦，你这个疯娘们！”就在我以为我今天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，一把抓住了程琦拿着水果刀的胳膊，并控制了他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的朋友老徐。他常年健身，抓住程琦手腕的时候，程琦无论怎么挣扎都动不了。见程琦被控制，水果刀被老徐拿走，何冲见此，忙不迭地冲到我的面前，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对我说道：“老婆，你没事吧？都怪这个小贱人，你放心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”何冲一边说，一边抓住程琦的头发，就是啪啪2个耳光。这个时候，默不作声的老徐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你要和他复合？”我嗤笑一声，当着老徐的面拨通了报警电话。“你好，是派出所吗？这里有人殴打孕妇，孕妇精神失常，拿着刀子乱砍人。”何冲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挂断了电话。不一会，警车就过来了，我们几个都被警方带去调查了。哪里恰好是饭店，警方调取了监控，证据确凿，程琦砍人处有期徒刑3年，何冲拉着我当肉盾，殴打孕妇被判处有期1年。如果何冲能得到程琦的谅解，可以减刑，可程琦怎么可能会谅解他？当着警方的面，程琦脱下衣服，控诉何冲对他的暴行，还说他当街砍人是因为何冲殴打他，威胁他，他控制不住才会如此。程琦这话一落，何冲气得直接炸毛，他指着程琦的鼻子就是骂骂咧咧：“你这个贱人，你给老子考虑好了再说，老子撕烂你的嘴，都是你勾引我，害得我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我杀了你！”何冲在警察面前如此，直接给程琦添了最有力的证据。最后，程琦得到半年的减刑，而何冲因为这些罪行被判了3年。在出了监狱，我才感觉压抑的心情重见了光明，但失落难过还是难免的。我对老徐说道：“没有想到，曾经不顾一切也要在一起的人，过来7、8年以后，竟然变成了如此不堪的模样，再也不相信男人了。”老徐笑了，打趣地说道：“你不能因为何冲一个男人，而觉得我们男人都不行。比如我，从小就喜欢你，你却一眼都没有看到过我。”我听到这话，不敢相信地说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喜欢我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我是不是开玩笑？时间会证明一切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